大家好，在变老的路上，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感觉到，这个世界愈发的让人力不从心。有的是出于无奈，有的是夹杂着不甘，但最终都难逃落寞的结局。对于小部分老人来说，结局无疑是庆幸的；可对于大部分老人来说，本以为抓住了生活的救命稻草，却还来不及暗自窃喜之时，就遭受到现实的当头一棒。希望碎裂的细流一点点汇聚成失望的汪洋大海，既波涛汹涌，又随波逐流。这就像一场博弈，赌对了可以说是幸运，赌错了却谁也输不起。人老了以后，把希望孤注一掷地抛向外界是不明智的，背后的心理大多是病急乱投医。而真正聪明的老人都懂得牢牢抓住底牌，不陷自己于绝境之中。所以下面3张底牌就是一个老人最后的保障，抓紧了是退路，放下了则是悲剧。老挝，你的第1张底牌。别人的屋檐再大，都不如自己有把伞。赵朴初曾说，父母的家永远是孩子的家，儿女的家却从来都不是父母的家。这话说得很现实，却也在某种程度上戳破了一些老人不切实际的幻想，那就是别一味地把儿女当庇护者，别固执地把亲朋好友当避风港。有个老窝才有足够的安全感。对于老人来说，无论是有多少儿女，也不管他们孝与不孝，自己的老窝才是扎了大半辈子的根。叶再茂，枝再繁，一旦脱离了根的束缚，到哪儿都是在风雨中飘零，找不到归属感。老窝在，心中的家就在，那份温馨的幸福感就不会消散。有个老窝才有自由的选择权。人际关系的本质就是一场双向束缚，不得不牺牲掉自己的自由自在或随心所欲。在一些老人心中，晚年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在儿女家养老，除了生活能有所保障，还能在情感上体会到亲情的温存。殊不知，所有的寄人篱下都要付出足够大的代价，有的是低三下四为人，有的是看脸色行事。想要的生活方式被各种掣肘，追求的自由轻松被各种束缚，大多数时候要么无奈的选择，要么被迫的接受。俗话说，金屋银屋不如自己的草屋。所以人到晚年要保护好自己的老窝，一旦失去了，无异于将自己连根拔起，剩下的就是在岁月长河中逐渐腐烂。老本，你的第2张底牌。这世上最俗的就是钱，可最实在的也是钱。莫言曾说，当你老了，躺在病床上无依无靠的时候，才会明白，这辈子最亲的就是钱财。其实人到暮年，绝大多数的老人都明白金钱的重要性，所以会尽可能多的储蓄一点，以免不时之需。可在生活现实中，不管老人是心甘情愿还是被迫使然，最终都把全部老本投资在了儿女身上，让自己深陷被动地位。没有老本就没有价值。在亲子关系中，情感和现实很难有一个一清二楚的边界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那就是纯粹的否定任何一方都是自欺欺人。当老人的老本被消耗殆尽，就全然成为了儿女心中的拖累和负担。就算你坚信他们的孝顺，可谁又能完全排除人性的复杂？谁又能宽慰为人父母内心的不安？没有老本，就没有想要的生活。人老了，挣钱能力非常有限，
可花钱的地方却举不胜举。日常的吃穿住行离不开，不可预料的生病住院也离不开。如果没有老本，一切都等着向儿女伸手要，久了难免看人脸色，甚至可能受尽屈辱后也是两手空空。此时老人的生活已然没有选择的权利，就连自由都被各种干涉。所以对于老人来说，保护好老本就是一直维持自己的价值，一直捍卫晚年的底气和尊严。老伴儿，你的第3张底牌。你人生的最后一个观众大多是老伴儿。人老了，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在朝着渐行渐远的结局狂奔，只有老伴儿才可能与你相向而行。人这一辈子注定是越活越孤单，越走越寂寞。不管是客观或主观上的原因，就连那些曾最为在乎的儿女都很难靠近，也很难走进内心。而人的情感终归是要有所依托的，需要有人来理解和善待。从现实来看，这种角色最好的扮演者是老伴儿，数十年如一日的相濡以沫，彼此都如同了解自己一样了解对方。在一些老人心里，越来越看不上自己的老伴儿，甚至割裂这份情感，而一头扎进与子女的亲情之中。殊不知，当你真正失去对方的时候，也不会再有比现在更好的结局了。俗话说啊，年轻夫妻老来伴。老了以后，再孝顺的儿女背后，你也难免精神世界的空虚。老了以后，再多的亲密朋友背后，也很难做到无话不说的坦诚。所以对于老人来说，善待老伴的同时，也是善待自己。你会在习惯中忽视他的存在，可一旦真正失去了，就会发现其早已融入了血液。此时一滴滴的抛离，都是灵魂与肉体的双重割裂。我想说的是，人老了，日子有希望，活着才有盼头。而这种希望不是寄托在他人身上被动获得，而是藏好底牌，立足于自身去主动追寻。谁都知道晚年不易，谁都想晚年幸福，可不是谁都能明白，晚年的大多数痛苦和烦恼是自己造成的。你走错的每一步，在被辜负的命运上都算数。有自己的老窝，才有晚年的归属；有自己的老本，才有晚年的底气；有自己的老伴儿，才有晚年的寄托。人到晚年，活得太现实，情感上不免孤独；人到晚年，活得太感性，生活上难免煎熬。对于老人来说，要想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，就必须在现实与情感的天平之间保持平衡。看到这里，你为自己积累了几张底牌呢？好，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，内容来源网络，